猴王呢看到須菩提祖師啊，便倒身便下拜啊，弟子想死您了啊！我是来自于非常遙遠的地方花果山，師父你一定要收下我呀！啊，我也什麼活都幹啊，讓我幹啥都行，打我罵我都可以，我就是給您來修法來了。那你叫什麼名字啊？沒名，又沒有父母，所以沒人給我起名。哦。那請師父您賜個名字吧。就這麼着吧。你就姓孫，就叫悟空吧。好，猴子呢有了自己的姓名，现在叫悟空哈。悟空呢，從第二天早晨，師父就安排他做很多基本功首先從學人說話學人禮貌，再學着幹些雜物，什麼擔水呀、劈柴呀、煮飯吶、熬粥洗衣服打掃衛生掏廁所呀什麼都學着幹，就像一個綜合家庭勤雜工一樣當然也學習讀書文化知識修煉基本功什麼都幹，這一幹就是6、7年這綜合的這些知識就學到了。那你就說這是學到啥呀？就是做人做事基本功。有一天，師父呢邀請了各路神仙師父要登壇講大法。哎呀，把這個孫悟空聽的呀，那個歡喜呀，那個快樂呀，就聽到這個非常歡喜之處弄得他手舞足蹈的。師父看到他這個樣子就問他：悟空，你不好好專心聽法，你在那手舞足蹈、嬉皮笑臉的、擠眉弄眼的，是為了什麼呢？悟空說：師父我是聽到這個高興之處我都控制不住我的手腳，我就特別歡喜自在。其實我不是不尊重，猴就這樣祖師一聽，你說的也對，好吧。那麼祖師就問他，悟空，你到我的洞裡來也有6、7年了，這樣子呢，我呢也正式傳法給你。我先給你介紹一下，在師父的法門裡第一項呢叫道字門中，在我的這個法中是一個系列一個系列的。那第一個系列就是道，這個道字門下呢有360個旁門，360個很多你想學哪一門呢？師父您教什麼，弟子我就學什麼。那這樣吧，我呢就教你叫術字門就是武術的術。術字門裡頭呢，主要是這個請仙伏擊能夠算命算卦能夠知道未來趨吉避凶的這些方法。悟空一聽，那師父這事兒能長生不老嗎？說不能，說不學。這師父覺得這猴子你還挑三揀四，好吧，既然說了，那讓你再選一選。那如果教你流字門呢？流字門也是挺好的。流字門裡頭含有了儒家詩家、道家、陰陽家、墨家、醫家這個能看經寫字能念佛。悟空這些都不懂他只管一件事兒，能長生不老嗎？說不能，不學。他又不學，好吧，師父耐着性子就說，那這樣我就教你叫靜字門，安靜的靜，靜字門其實有點像禪修能夠這個辟谷，不吃飯也不會挨餓清靜無為，參禪打坐這個持戒持齋或者是練睡功立功能夠入定獲得這個清淨智慧。悟空就問
能長生不老嗎？說不能，不學。不能長生不老，誰學呢？我就衝這個來了。哎呀，說這悟空還真難對付啊。那這樣子，我呢就教你洞字門啊。洞字門有什麼呢？就是修丹大法，採陰補陽啊，這個攀弓踏弩，磨氣過氣啊，也就是煉丹。那能長生不老嗎？說不能，不學。哎呦，這猴子不学，祖師就生氣了，一拍桌子，腾就跳起來了，啊，抽出戒尺来，就对着這個悟空的頭上，咔咔咔敲了3下，說你這猢猻，這也不學，那也不學，你還叫我怎麼着？啊！說完之後，就背着手就回自己屋裡去了。之後將中門關上，悟空啊，就暗暗欣喜太高興了，好機會来了。等到了晚上啊，大家師兄弟們都呼呼入睡了。他聽着大家那麼香甜的這個睡覺的聲音他就慢慢悄悄起床，輕身蹑腳的，提着鞋子，穿着衣服，踮着腳尖兒，就來到了師父的門前。一看那個門呢，沒有鎖着，沒有關着，是敞開一條縫。悟空呢，在門縫裡一看，師父正在那裡打坐或者睡覺，他就靜悄悄的來到屋裡，跪在師父的床榻前，就說：“師父，我來了。”須菩提祖師这時候，因為他是打着坐的嘛，就伸開腿也不回答他的話說：“難，道最玄，莫把金丹作等閒，不遇智人傳妙訣，空言口困舌頭乾。”悟空一聽就懵了，這是說什麼呢？聽不懂。就是師父，您醒醒，弟子悟空來了。師父睜眼一瞧，說：“你這猢猻，半夜不睡覺，到我這兒幹什麼呢？到您這兒幹啥？不是您讓我來的嗎？”說：“我怎麼讓您來了？你不是昨天在我頭上敲了3下，完了背着手回您的屋裡頭，這就是叫我3更的時候來找您，而且是走後門。”師父一聽，暗暗欣喜，說：“這猴子有點悟性，有點心眼兒，可以培養。不錯。那你現在來做什麼呢？”師父慈悲，請您教我長生不老之法。師父說：“算你有緣，趁我呢今天也是比較開心高興，我呢就傳授你長生不老之法。謝謝師父。”師父就悄悄地將秘法傳諭了他。難，道最玄，莫把金丹作等閒，不遇智人傳妙訣，空言口困舌頭乾。這個難是含有多重的意思。那首先就是這個最有緣學大道的這個人，就是修道的人最難遇到這個法，也就是遇到能傳法的師父。這是第一難。難到什麼程度呢？難於上青天吶。那麼第二個難，就是難於有這樣的叫根基之緣也就是有這個大氣的人，也就是說像是叫天選之人那種概念，就是因為你有這份功德和因緣上天把你派來修這個妙法的。一般人沒有這樣的一個善緣，
因為沒有一個修行的基礎呀，或者功德不夠啊，就是想學的人功德不夠，學不到，學了你也承受不了所以這裡頭有很多種這個說法。對，就是你功德不夠，我就是教你，你也聽不懂，因此也學不到。所以這個修大道的難就是這些因緣的難是最重要的難，是最大的難關。這個莫把金丹做等閒呢。這個金丹是指這個修行成就的結果。這個金丹呢，就好比今天咱們吃中藥的藥丸子或者藥片，就是將把這種他認為能夠長壽的或者成神仙的各種的藥物或者咒語組合到一起之後而產生的這個物質的類似於藥丸子的這個東西。那這樣的好的東西如果不遇到這個最最有緣的人，我是絕不會傳的，就是這個意思。所以呢，師父就說了這樣一種像詩一樣的寄語，也是表達着他遇到悟空這樣一個非常有緣、根基深厚悟性俱佳的這樣有緣人，師父心中的喜悅感，用詩歌的方式表達了他的心情。悟空得到師父的教化指導苦苦的修煉，苦苦的思索，一晃又過了3年多。一天呢，師父又再一次登壇講大法。師父就問道：悟空，你最近修的怎麼樣啊？悟空說：弟子覺得呢，我這個悟性是越来越通透，越来越好，而且呢，我現在这個修行的根基其實越來越扎實了。師父您就放心吧，你既然現在修的還有些根基了還有點又有悟性了我感覺呢，你已經差不多已經有了這個神仙之體了。這是一個可喜可賀的事情，就是但是要成為神仙之體，要防今後必然會發生的3災。怎麼個3災呢？再過500年之後，就是這個天降雷災要劈了你，你需要有明心見性才可能躲得過這個災難。如果躲得過，你的壽命和天一樣那麼長久；如果躲不過，你的命就此玩完了。之後再過500年，也就是1000年之後天降火災會燒你。那這種火不是一般的天火，也不是人世間的凡火，就是你平常看到火災的那個火，燒火的火，也不是這個。這叫做什麼呢？叫陰火你們誰聽說過陰火呀？它是在你的這個腳下頭湧泉穴燒起來的，燒着燒着呢，就從腳心一直燒到你的五臟六腑，燒成灰這個四肢結凍燒成灰，一直燒到頭頂，給你燒光了它，把你這個1000年的這個修行全部化為虛幻和灰燼。猴哥聽着身上一陣冷氣哎呀媽呀，太凶險了。說還沒完，3災呢，前头這是2災再過了500年，也就是累積起來就1500年之後，天降風災吹你。這個風不是東南西北的那個風這個叫避風就是從你的這個囟門，就從頭頂那兒一直吹入到五臟六腑，之後再穿過你的下丹田，再穿過你的九竅，讓你的這個骨肉全部消失，自行解散。你這是人生都沒了。孫悟空一聽，哎呀天哪，這家伙天打五雷轟這誰受得了這嚇得毛骨悚然吶！師父，你可得教我怎麼樣躲過這3災之法呀？師父說，你不需要學，因為你和別人不一樣
別人走到這一步，必須要避三災，你就不需要。我為什麼不需要？我和你們都一樣啊，你不就是嫌我有點猴樣嗎？就是你看五官，我也有五官九竅四肢我都有，五脏六腑和你們一樣。師父開玩笑說，你像個人，但是少一點腮幫子。悟空說，我雖然少一點腮幫子但是我有兩邊有個束帶呀，是不是也就等於是腮帮子了？還是師父教我吧，怎麼避開這三災？師父說，好吧，你呢要學36天罡之數的變化能力，還是要學地煞數字72變的法力呢？悟空說，我也不懂啊，我總感覺多就是好那地煞72变比較好，我就学72。說好吧，那我就传给你口诀吧。從此呢，悟空呢就開始學習72變之法。這個地煞72變真實的意義，之後呢，我再慢慢透露給大家。有一天夜晚呢，祖師和弟子們一起呢賞夜色。悟空就說，師父，我已經學會了這個飛舉騰雲的法術了那師父說，那你呢演示一下給我看看。悟空呢這個時候就噌的竄起來，在空中翻了幾個跟頭這個離這個地面呢就有5、6丈，大概20、30米高吧。就使劲翻使劲挪就可能出去了2、3里遠。師父看完悟空的表演笨兮兮的就是哎呀，你這個悟空你這叫什麼騰雲吶？就是爬雲吶，這確實有點笨，我實在看不下去。我跟你說真正騰雲者人家是你蹭一下就竄上雲端瞬間竄上雲端，1天之內遊遍四海這才是騰雲吶。這你呢？你看你這叫什麼呀？你這翻了好幾個跟頭，才5、6丈高，是吧？這個實在不像個樣子。哎呀，慘不忍睹。悟空一聽師父這麼說，悟性真高請師父教我師父一看他是個猴性在往上雲上竄的時候，一定自動就翻跟頭這個感覺。說這樣吧，以你這個身材我因材施教就教你一個筋斗雲，翻一個跟頭就10萬8千里就出去了，剎那間來回这非常的快，非常的遠。那就悟空太幸運了非常感恩師父。師父就傳授了他筋斗雲的大法。他很快就學會了。哎呀，這個筋斗雲是多快的速度呢？按照這個地球這麼大，它1天呢就可以遊遍。也就它這個速度呢，我算了一下比如說我們從台灣從亞洲就飛向北美飛過太平洋繞了個半圈飛過去10幾個小時。那這個以這個速度要多少天才能遊遍地球呢？对吧？你還得去遊玩去看呢，是吧？那飛機太慢了。那火箭呢？通常火箭的飛行速度呢是這個飛機的30多倍，也就是這個筋斗雲比火箭恐怕還要快30倍，就非常快，就像叫做一念之間就到達了，那非常快的這個速度。那這個悟空很快就學到了這樣奇特的筋斗雲大法剎那之間10萬8千里這個他的師兄弟們都讚嘆了悟空太好了，這學到這麼快的這個速度以後呢，做個快遞小哥送文書送快餐的話，太容易找工作了。真好玩話說有一天呢，悟空和師兄弟們呢在院子裡玩耍說笑
大家就說悟空，聽說師父教你避三災之法啊，還教你這個筋斗雲，對不對？你都學好了吧？悟空說，師父教得好，那做弟子的我呢也勤學苦練，練得還湊合。大家都知道師父非常的器重悟空，也知道悟空呢也非常勤奮好學，都想讓他露两招，大家看一看，就是趕快就鼓動着悟空，你趕快表演給我們看，知道你是个这个悟性極高的人啊，來給我們看看，大家鼓掌喝彩啊！悟空在大家的吹捧下就覺得那就露兩招吧，反正都是本門師兄弟嘛。這樣子，師兄弟們，你們說讓我變個什麼？有個師兄就比較喜歡松樹，說你變個松樹吧。孫悟空一念咒，啪，變成一棵松樹。就在這個時候，祖師來到了院子裡了，說你們為什麼大聲喧嘩呀？不像個好好的修行人，你知道話多了之後，這個神和氣都散了嗎？說話多了之後不生是非嗎？你們還在這瞎扯胡鬧。有師兄就說了，是我們都讓悟空給我們表演，給我們看看他的法力。那悟空呢？悟空在那已經變成松樹，也不敢動。師父一揮手，悟空在松樹的山腳上啪嘰一掉下來，說你在做什麼？悟空說，哎呀，都是師兄弟們想讓我表演一下，都是自家人，反正早晚他們都會看到的，所以我就隨便露了一手，就變了一棵小松樹。師父，我不是特別的這個想賣弄哈，就是就覺得不是什麼太大的錯，如果師父不喜歡，我下次就改就好了，我不表演了。少廢話，你這個猴子練了這麼一點之後就開始傲慢，這個我不要你了，你走吧。悟空說，我走，我去哪呀？這就是我的家呀，師父，我不能走啊。不能走，你從哪裡來還回哪裡去。師父，您教我這麼多的法我非常的感謝非常內心存着很多很多的感激啊。師父，您就千萬別趕我走我還沒報您的恩呢。報恩？報什麼恩？將來你不牽連我就不錯了，你肯定是個惹是生非的家伙。我告訴你，走出這個門去，不要承認我是你的師父，不要提咱們有這個師徒緣，打死都不能說。知道了，但是猴哥心裡還心眼挺多的，知道了，到時候再說。你注意啊，你的小腦袋瓜。如果在任何的危機情況下，你要說出我是你的師父，我會扒了你的皮，抽了你的筋，立刻就把你的七魂六魄壓到陰間去，讓你永世不得翻身，永遠受苦。趕快回去吧。悟空一聽，師父真發怒了，不知道為什麼發這麼大的怒，但是回老家是必然的事情了。這個悟空非常難過傷心師兄弟們多保重啊，好好照顧師父呀。哎呀，以後咱們後會有期了。哎呀，我確實不想走啊，但是不走不行啊。非常的掃興的就走出了雪岳三星洞不得已呀，一步三回頭的，好不容易走到山邊還是駕着筋斗雲先回了他的老家花果山。為什麼須菩提祖師讓孫悟空先學做家務，而且還做了6、7年呢？這是個很好的問題。也加上我自己的生活經驗。就是我在學法的時候，師父除了教我修行的方法也是讓我學着做家務。那我的體驗是呢，就是在學做家務的時候其實能讓我們得到一個非常好的訓練。所以手眼身法步，從觀察到行動力到身體的靈巧度。比如說
你端着一碗熱湯麵，有人來回走動，地上有小凳子有障礙，你不能绊倒燙到自己，也不能摔了碗去燙到別人，也更不能把湯和麵灑掉。那又學到了什麼呢？就學到了你的手眼身法步的靈活度、認真度和平衡度，還有觀察力。所以當我們在煮飯的時候我們對於火候這個概念就開始有了概念。如果沒有煮過飯的孩子，你說你做事情要注意火候啊，這個詞都聽不懂。火候就是煮飯的大小火問題，是吧？該用那個猛烈火的時候，你用的是溫火，所以這個菜炒出來就不香啊。該用小火的時候，你用大火的話，对，那個粥熬不成，就可能還会燒糊啊，味道就改变了。所以我们在做這個生活日用這些工作的時候，其實讓我們學到的是最多。其實我們所有的修行，就是希望我們能夠活得更好，讓自己活得更好之外的修行是很少見到的所以我認為呢，就是你能不能去產生巨大的開悟、成神、成仙，這個就是不一定。但是學法之後，讓自己變得更加精明、更加能幹、更有生活能力，甚至更有組織能力、管理能力、觀察能力、表達能力、做事能力、執行能力、信用力，這都是在實際的在做家務看似普通的事件之中而學到的這個事物的真諦。精彩之處正在這裡。為什麼須菩提祖師要偷偷地教悟空密法呢？就在修非常超越人生、跨越六道，或者是改變自己命運的時候，比如說本來應該說是發生事故撞死橫禍呀，或是少年就會去世夭折等等的。如果我們有機會去學法，想改變我這些不好的不幸運的這個人生的時候，那麼說這個法就是一個人間花錢根本買不到的法，這樣的法一般人也不會。那因此呢，教授這個法的師父他是有一個上天眾神在盯着他看着他的這樣一個現象所以叫做法不穿六耳這個天機不可洩露所以不能給更多的人知道、聽到和學到，只有給少數有緣的人能夠讓他學到，來改變他的人生，這是天意也是天的規則。有少數人有機緣能學到，就已經很幸運了，所以不能讓更多的人知道，否則會遭到天的責罰。為什麼須菩提祖師跟悟空說要過了三災才能長生不老呢？這個三災呢，表面上看似三災，用這個三災的負面的這個名字，讓你學會去接受它，還測試你的膽量。因為你要超出五行，超出三界，不在閻王爺的管轄範圍，所以你的生命，你的整個基因，你的整個生命的細緻的物質結構都要改變。因為我們自己要長壽，我們自己要與天同壽。那一般的人，這一個普通的肉體活100年都算長壽了。我們要活到幾千萬年或上億年，這個首先有一個東西我們是做不到的，就是你的肉體。因為我們普通人的肉體，你的結構就是注定了100年左右一定會毀掉的。就算你身體健康，這個肉體也自然會毀滅。所以一個人，一個普通的人，想達到那樣一個神級的與天地日月同壽的這個狀態，那麼首先一定要不只僅僅要跨過這個三災的這種叫做成就和磨礪
甚至還有30次大災、30次大的成就他，才可能達到這樣的改變。也就是從本質乃至類似於基因上的改變，那麼這個生命才可能去長久，才可能活到千年、萬年、幾十萬年，乃至與天地日月同壽啊！所以這個三災不是三災，其實是3次巨大改變他的成就的最重要的3次加持。悟空在師兄弟面前炫耀他的法力，明明不是那麼重大的錯誤，為什麼須菩提祖師非常生氣，把孫悟空趕走呢？這是叫天機不可洩露。那麼這麼一個超級解脫神通法力無邊的世外高人，就是神仙，他看透了孫悟空的前500年、後1000年的這樣一種人生的狀態，他早知道前面的悟空的因緣和後面悟空之後的更大的因緣是什麼，所以這只能說叫做急着趕他去做下一件事情。悟空告別了師父，回花果山之後又做了什麼樣的事情呢？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让我與您相遇，小小的紅點裡，人生就此歡喜。我快樂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麗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讓我與你相遇。小小的紅點裡，人生變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寬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因為有了你，生命變得更堅定，不憂憂無慮。因為有了你，日子不再有哭泣，不再有恐懼。
我與您相遇，小小的紅點裡，人生就此歡喜。我快樂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麗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讓我與你相遇。小小的紅點裡，人生變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寬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因為有了你，生命變得更堅定，不憂憂無慮。因為有了你，日子不再有哭泣，不再有恐懼。